一个长达90年的宇宙悬案可能终于被解开了。几十年来，宇宙的阴影中一直潜伏着一个无声的操纵者，它既不发光也不反光，我们的望远镜根本看不见它。尽管它的数量是构成你我的普通物质的6倍。当然，我说的就是暗物质，它是我们宇宙模型的基础。然而，我们至今仍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全球的物理学家们正在使用最先进的粒子加速器、地下实验室和望远镜，试图探测到这种神秘物质的直接证据，但一直都一无所获。然而，在2025年11月，一篇震撼科学界的论文发表了。在梳理费米望远镜的旧数据时，一位研究人员可能终于捕捉到了一丝线索，一个来自银河系内部的确凿信号。但是，我们如何能确定产生这个信号的就是暗物质？这个未解之谜，最终能帮助我们解释暗物质到底是什么吗？要讲暗物质，得从1933年说起。那一年，瑞士有个叫弗里茨·兹威基的天文学家，在观测后发作星系团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怪事。后发作星系团，顾名思义，就是后发作方向的一堆星系挤在一起，总共上千个星系，距离地球大约3亿2千万光年。兹威基做的事情是测量这些星系的移动速度，结果把他吓了一跳。这些星系跑得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每秒上千公里。你想象一下，一个比你拳头还小的东西每秒钟飞出去10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从北京到上海差不多1200公里，这东西1秒钟就到了。问题来了，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星系团里所有可见物质加在一起产生的引力，应该刚好能拉住这些星系，让它们在轨道上乖乖转圈。但兹威基算了一遍，发现可见物质的质量远远不够，差多少？差了差不多400倍。也就是说，如果只靠看得见的物质，这些星系早就飞散了，星系团根本不存在。但它们好端端地待在那儿，兹威基的脑子转得很快。他说是这样，一定存在一种看不见的物质，提供了额外的引力，把星系团粘在一起。他给这种东西起了个名字，叫暗物质。兹威基这个人，说实话是个天才。他不仅提出了暗物质，还是第一个提出超新星概念的人，第一个建议用超新星当标准逐光测宇宙距离的人。但他的性格怎么说呢，属于学术界的刺头。他说话太直，看谁都觉得蠢，同事不太喜欢他。所以暗物质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主流天文学界觉得兹威基太激进了，也许他算错了，也许星系团里的星系并没有那么快。兹威基说：“你们等着看吧。”他们确实等了40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位叫维拉·鲁宾的美国女天文学家做了一件兹威基没做到的事，她观测了大量漩涡星系的旋转曲线。什么叫旋转曲线？就是星系里恒星绕中心旋转的速度分布。按照牛顿引力，越靠外的恒星应该转得越慢，就像太阳系里海王星比冥王星慢。但鲁宾发现，星系外缘的恒星并没有减速，它们跟中心的恒星差不多一样快地转。这个现象只有一个解释：星系被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东西包裹着，它的质量远超可见的恒星和气体。鲁宾的工作比兹威基更系统，数据更扎实，
说服力更强。至此，暗物质从一个怪人的大胆猜测，变成了天文学界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有意思的是，鲁宾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我发现了暗物质，他一直强调他只是发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至于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态度比很多信誓旦旦的科学家都要诚实。后来智利建了一座巨型天文台，以他的名字命名，叫维拉鲁宾天文台。2025年开始运行，专门用来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这是后话，待会儿再说。暗物质的存在被广泛接受之后，问题反而更大了。我们知道它在那儿，但它到底是什么？占宇宙总质能的27%，占全部物质的85%。这么大的一个存在，我们连它由什么粒子组成都不知道。你想想，这就好比你知道你家里住了一个人，你能看到他吃饭留下的痕迹，能感觉到他走路时地板的震动，但你就是看不见他，摸不着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这种感觉，说实话，挺瘆人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物理学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暗物质搜捕行动，3条路线齐头并进。第一条，直接探测，在地下深处建实验室，用超高纯度的晶体或者液体当靶子，等暗物质粒子撞上去，这就像在黑暗中放一张网，等看不见的鱼自己撞进来。第二条，对撞机，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里，把质子撞碎，看能不能在碎片里产生暗物质粒子。第三条，间接探测，用太空望远镜寻找暗物质粒子在宇宙中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信号。这3条路走了40年，全部一无所获。暗物质就像在嘲笑我们，你知道我在，你就是抓不到我。我第一次读到暗物质探测历史的时候，愣了半天。40年的努力，数不清的论文，几十亿美元的设备，结果还是0。说实话，如果暗物质是个人，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会玩捉迷藏的。但2025年11月，这个漫长的0可能终于被打破了。东京大学有一个叫户谷有则的天文学教授，他在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的旧数据里找到了一丝光亮。这个光亮可能就是暗物质90年来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要理解户谷有则到底发现了什么，得先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暗物质到底是什么？宇宙里的物质分成2大类，一类是你我、地球、太阳，所有恒星和星系，这些由原子组成的普通物质，它们会发光，会反光，会被电磁波探测到。从可见光到射电波到 X 射线，我们所有的望远镜本质上都是在接收电磁波，但暗物质不跟电磁波打交道，它不发光，不吸光，不反射光，不跟任何电磁辐射相互作用。你说它完全透明？不透明，还意味着光能穿过它。暗物质连透明都算不上，它对光来说根本不存在。光碰到暗物质跟没碰到一样。那暗物质怎么影响周围？只通过引力。引力是宇宙里最弱的力，比电磁力小40个数量级，但你挡不住它，量大。暗物质的总质量是普通物质的6倍，6倍的引力足以在宇宙尺度上左右一切。星系为什么没有飞散？暗物质拽着的星系团为什么能聚在一起？暗物质搭的骨架，
宇宙的大尺度结构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暗物质塑造的。但引力有个特点，它只能告诉你那儿有个东西，不能告诉你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好比你黑灯瞎火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你知道它在那儿，但你不知道它是枕头还是猫。要搞清楚暗物质的真面目，你必须找到一种非引力的途径来探测它。这就是过去40年物理学家在做的事。目前最被看好的暗物质候选粒子叫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学术，但拆开来很直白。弱相互作用意味着它只参与弱合力和引力，不参与电磁力和强合力，所以它跟普通物质的接触极少。大质量意味着它比质子重得多。粒子就是它是基本的微观粒子。这个概念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算出来，如果暗物质是由这种粒子构成的，它的数量和分布刚好能解释宇宙学观测的所有数据。更妙的是，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的质量范围和相互作用强度天然落在大型强子对撞机能探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这东西真的存在，我们应该能在实验室里找到它。结果找了几十年没找到。但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有一个特性，给了物理学家希望。这种粒子是自己的反粒子。什么意思？普通物质的粒子遇到自己的反粒子会湮灭，全部质量转化为能量。比如电子遇到正电子，轰的一声变成2个伽马光子飞出去。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也是这样。当2个暗物质粒子在宇宙空间中正面相撞，它们会相互湮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以什么形式出现？高能伽马射线。伽马射线是宇宙里能量最高的电磁波，比 X 射线还高一个量级。虽然暗物质本身不发光，但它湮灭的时候会闪一下。你可以这样想想，暗物质就像在黑夜里行驶的隐形汽车，你看不到车身，雷达扫不到，但当2辆隐形汽车在十字路口正面相撞，砰的一声，火花四溅。那个火花就是伽马射线。我们要找的就是黑暗中这些碰撞的火花。理论上说，寻找这种火花最好的地方是银河系中心。为什么？因为银河系中心是引力市井的最低点，暗物质在那里最密集。暗物质粒子越密集，碰撞的概率越高，伽马射线信号就越强。道理很简单，你在人最多的地铁站放2辆车对撞，比在戈壁滩上放2辆车对撞，碰撞概率高得多。但银河系中心有个大麻烦，那里太吵了。银河系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周围密密麻麻挤着恒星、超新星遗迹、脉冲星、气体云，这些东西全都在发伽马射线。银河系中心的伽马射线辐射量相当于一个全速运转的工厂，你要在里面找到暗物质湮灭的那一点火花，就像在满座的足球场里试图听清某个人说的悄悄话。不是不可能，但你得有办法把所有噪音全部屏蔽掉。过去10几年，好几个研究团队尝试过，都因为无法把暗物质信号从背景噪音里分离出来，结果含混不清。有人甚至把脉冲星当成暗物质信号，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那为什么2025年户谷友则说他做到了？户谷友则是东京大学天文学系的教授，
研究方向是高能天体物理。2025年11月，他在《宇宙学与天体粒子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大意是银河系弥散辐射中20亿电子伏特的晕状过量信号及其对暗物质湮灭的意义。这篇论文一出，科学界炸了。先说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这是美国航天局2008年发射的一台太空望远镜，以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的名字命名。它绕地球运行，主要任务就是扫描整个天空的伽马射线。从2008年到现在，它已经运行了15年以上，积累了海量的观测数据。这些数据一直放在公开数据库里，任何人都能用。问题在于，数据在那里，但你能从里面挖出什么，取决于你的本事。户谷有则做的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做起来极难。他没有死盯着银河系中心最亮、最混乱的核心区域，而是退了一步，把视野拉大，观测了以银河系中心为圆心，向外延伸大约100度的广阔区域。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银河系盘面就是恒星和气体云最集中的地方，相当于噪音最大的街道。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把银河系盘面的数据屏蔽掉。你要听悄悄话，得先离开足球场。屏蔽掉盘面之后，他又逐一剔除了所有已知的伽马射线源、超新星遗迹的辐射去掉，脉冲星的辐射去掉，银河系弥散气体与宇宙射线碰撞产生的辐射去掉，黑洞喷流的辐射去掉，所有能想到的已知来源，一个一个减掉。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看看还剩什么。剥完之后，剩下的东西让他愣住了，一个球状的光晕。这个光晕不是集中在某个点上，而是像一团稀薄的雾气，包裹在银河系外面，向外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这个空间分布形态恰恰是理论物理学家预测的暗物质晕应该有的形状。暗物质不跟恒星混在一起，它在银河系外围形成一个球形的壳。恒星在盘面上分布，暗物质在盘面外分布。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球状的辐射信号，它跟盘面上的恒星没有空间上的重合，那就很难用恒星相关的来源来解释。但空间分布只是一个维度，真正让人心跳加速的是这个信号的颜色。这里说的颜色不是肉眼可见的颜色，而是伽马射线的能量特征。在微观物理世界里，特定的粒子反应会释放出特定能量的光子，就像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指纹。你看到一个特定能量的信号，就能倒推是什么粒子产生的。户谷有则发现，这团光晕的伽马射线能量集中在10亿电子伏特附近。10亿电子伏特是高能物理的常用能量单位，物理学家通常简称它。10亿电子伏特是什么概念？质子的质量大约是0.940亿电子伏特，所以10亿电子伏特对应的粒子质量大约是质子的500倍，而这个数值恰好落在理论物理学家为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预测的质量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暗物质粒子的质量是质子的500倍，两个这样的粒子碰撞湮灭，释放出的伽马射线能量就是10亿电子伏特左右。你能明白这种巧合有多让人激动吗？理论上算出来的数字
跟望远镜实际观测到的数字严丝合缝。还有第三个维度的吻合。根据观测到的伽马射线亮度，可以倒推暗物质粒子的碰撞频率，物理学术语叫湮灭截面。湮灭截面越大，碰撞越频繁，信号越亮。户谷友则算出来的数值与热暗物质理论预测的湮灭截面高度一致，能量对上了，空间分布对上了，碰撞频率也对上了，三个维度同时吻合，这不是随便碰运气能碰出来的。我查到这个三重吻合的时候，说真的，倒吸一口凉气。你要知道，过去40年的暗物质探测，连一次单维度的吻合都没有过。地下实验室等了几十年，一个碰撞事件都没确认，对撞机撞了10几年，没产生暗物质粒子，太空望远镜看了10几年，信号要么太模糊，要么被证伪。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三重吻合，你让科学界怎么冷静？但科学就是科学，再激动也不能直接宣布发现了暗物质。原因有几个。第一个质疑是历史教训。10多年前，大概2009年前后，费米望远镜的数据里就出现过一次类似的银河系中心伽马射线过量。当时一批科学家兴奋得不行，觉得找到了暗物质。后来呢，仔细一查，那个信号的主要来源是大量古老的毫秒脉冲星。脉冲星就是高速旋转的中子星，中子星是恒星死亡后的残骸，恒星在哪儿，脉冲星就在哪儿。所以那个信号的空间分布跟恒星重合，分布在银河系盘面上呈扁平的形状。暗物质应该呈球状分布，而那个信号是扁平的，所以它不是暗物质。户谷友则怎么回应这个质疑？他的关键词是空间分布。10多年前那个疑似信号主要集中在银河系核心，分布形状扁平，跟恒星的分布重合，所以最后被证伪为脉冲星。但2025年这次的信号呈球状光晕，延伸到了银河系盘面之外极其荒凉的区域，那里几乎没有恒星，没有恒星就没有脉冲星，没有脉冲星就不能用脉冲星来解释这个信号，这是逻辑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当然，质疑的人还有另一招，他们说，也许那些荒凉区域里有一些我们还没发现的弱辐射源呢，比如一类未知的毫秒脉冲星群体，它们分布在银河系外围的暗物质晕里。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赖皮，你不能用一个还没被发现的东西来否定一个已经发现的信号。但科学的严谨性要求，必须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才能下定论。这就是为什么户谷友则在论文里非常谨慎。他说，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物质候选信号，但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二个质疑更狠，信号强度暗示暗物质粒子的密度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跟一些早期宇宙演化模型的预测有冲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数据告诉我们，宇宙诞生初期的物质分布和暗物质的湮灭率有一个约束关系。如果暗物质湮灭率太高，早期宇宙应该比观测到的更亮，因为大爆炸后暗物质更密集，湮灭更频繁，产生的伽马辐射应该更强。但我们没有观测到这种过量的早期辐射，怎么解释？有一派科学家认为，也许暗物质粒子的湮灭截面不是恒定的，在早期宇宙高密度环境和现在低密度环境下不一样。
这涉及到一个叫速度增强因子的理论概念，大意是暗物质粒子在某些条件下更容易湮灭。这个解释能不能成立，目前还没有定论。第三个争议更根本，有一小撮物理学家认为暗物质压根儿不存在。他们说，兹威基和鲁宾看到的引力效应，不是因为多了看不见的物质，而是因为我们的引力理论本身就有问题。这一派叫修正牛顿动力学派，带头人是以色列物理学家米尔格罗姆。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引力加速度极低的时候，比如在星系外缘，牛顿的引力定律就不准了，需要修正。修正之后，不需要暗物质就能解释为什么星系外缘的恒星没有减速。我认为暗物质派更对，原因有3条。第一，修正牛顿动力学在解释单个星系的旋转曲线方面确实有一手，但放到星系团尺度上就不灵了。兹威基当年看到的后发座星系团，修正牛顿动力学算出来的引力修正远远不够。第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数据非常精确地支持了暗物质的存在模型。修正牛顿动力学很难自洽地解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功率谱。第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条，子弹星系团的观测。2个星系团碰撞的时候，可见物质跟暗物质被分开了。通过引力透镜，可以清楚看到大部分质量在可见物质之外的另一侧。修正牛顿动力学没法解释为什么引力中心和质量中心分离了，所以我认为暗物质是真实的。修正牛顿动力学最多只是一个在特殊尺度上碰巧了的数学小把戏。顺便说一句，欧美那帮搞修正引力的人多少有点执念，他们不喜欢我们看不见大部分宇宙这个事实，觉得暗物质是物理学家的偷懒，是加了一个看不见的补丁来圆场。但你仔细想想，科学史上充满了先看到效应后找到粒子的例子。中微子泡利1930年提出假设，26年之后才被实验确认。希格斯玻色子1964年提出，48年后才在对撞机里看到。暗物质从1933年到现在90多年，等的时间长了一点儿，但并不是没有先例。科学有时候就是个慢功夫。那接下来怎么办？验证暗物质的路有2条。第一条，天上，天文学家会把目光投向银河系周围的矮星系。矮星系是银河系的小卫星，富含暗物质，但几乎没有恒星活动。如果能在矮星系里也看到同样的10亿电子福特信号，那就几乎是决定性的证据了。因为矮星系太干净了，没有恒星，没有脉冲星，没有黑洞，你找到的伽马射线很难是别的来源。还有维拉鲁宾天文台，2025年在智利安第斯山脉开始运行。这台望远镜有32亿像素的相机，相当于300部手机的像素总和。每张照片能拍下40个满月大小的天空区域。它将在未来10年里，每3天把整个夜空拍一遍，创造一部长达10年的宇宙电影。这台望远镜虽然不是专门找暗物质的，但它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尺度宇宙结构数据，帮助精确测定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反过来约束暗物质粒子的参数。第2条，地下。既然护谷友则已经锁定了质子500倍这个质量参数，
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就可以调整实验，尝试在实验室里直接制造出这种粒子。如果天上看到了信号，地下也造出了粒子，两个独立验证相互印证，暗物质的谜团就彻底解开了。你想想，天文学家在1亿光年外看到的光，和物理学家在地下隧道里造出的粒子，指向同一个答案。这种跨尺度的印证，是物理学最美的时刻。暗物质这个东西，90年来一直是悬在物理学头顶最大的问号之一。从兹维基1933年在后发座星系团里看到第一次端倪，到鲁宾70年代用旋转曲线定死它的存在，到2025年，户古友则在费米望远镜的数据里找到3重吻合的信号。这条路走了将近1个世纪，中间有过假警报，有过40年的一无所获，有过修正引力学派的质疑，但暗物质假说始终站住了，不是因为它讨人喜欢，而是因为证据一个接一个的堆积。从星系旋转曲线到星系团动力学，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到引力透镜，每一条独立的证据链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现在，如果户古有则的信号最终被确认，我们不仅看到了暗物质的第一个非引力信号，还第一次知道了它的粒子质量大约是质子的500倍。这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只知道它在那儿的状态，进入了它是什么的阶段。你可能会觉得，暗物质跟我有什么关系？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用。但你想想，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是在恒星内部锻造出来的。恒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引力把气体云压缩到能点燃核聚变，而气体云之所以能聚到一起，是因为暗物质先搭好了引力骨架。没有暗物质就没有恒星，没有恒星就没有碳、氮、氧这些重元素，没有这些元素就没有地球，就没有你。暗物质塑造了宇宙的结构，宇宙的结构孕育了恒星，恒星制造了构成你的原子。你之所以能躺在这里听这个故事，追根溯源，是因为90亿年前，一团暗物质在引力作用下坍缩，拉拽着气体形成了银河系。宇宙最深处的幽灵，可能就是你存在的最初原因。知道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没那么怕了，你觉得呢？晚安。